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今天我们来聊三大财富密码。德勤在年初公布了23到24赛季各俱乐部的年营收排行榜，引起了不少的震动。因为皇马史无前例的创下了年营收10亿的里程碑。我们看看这个营收排行啊，皇马一马当先，年营收10.5亿，拉开第二名曼城超过了2亿，往年的历史最高也仅有8亿4。这次皇马天花板一口气抬高了25%之多，值得各俱乐部分析研究。从第2的曼城到第8的利物浦，都在7到8亿的区间，可以说是 T1 梯队。热刺、切尔西紧随其后，算是 T1.5 的俱乐部。曼城、巴黎、曼联们共同的课题就是如何尽快在商业营收上照葫芦画瓢，追上 T0 的皇马。那有朋友会说，你曼联追上水晶宫都费劲儿，你还追什么皇马呀？答应我，值此端午佳节，今天就望着你的曼联，跟胖叔一起安心研究财富密码好吗？今天涉及的3个概念：非线性增长、不对称回报和边际效应递减。希望观众朋友们给我点赞关注，一键3连。这3个概念保证讲清楚，讲不清楚我退赞。回到这个排行榜啊，随后就是12名的马竞到18名的维拉，都在3到4亿的营收区间，屈居 T2。这里头有意甲3强、英超新贵，还有多特马竞这样的联赛男配角。T2 俱乐部的课题呢，应该是如何追上 T1。那这题呢，算是有标准答案的，因为 T1 已经给我们打好样了。我们要先解释足球俱乐部收入的3个组成部分。以皇马为例呢， 10.5亿元中最大的部分叫做商业收入， 4.8亿元，这里包含企业赞助、球衣冠名权，还有球衣纪念品这类周边产品的销售。第2大的叫做转播权和比赛奖金， 3.2亿。23到24年呢，皇马是欧冠冠军，有大约 1.2亿的奖金也算在这里面。最后就是比赛日收入， 2.5亿，这里指皇马主场卖的门票、餐饮。如果俱乐部拥有场馆周围的酒店呢，那住宿费这些也会包含在里面。我们来对比一下 T1 和 T2 的营收， T1 在上面， T2 在下面，弹幕一起讨论看一看有什么不同。那有的朋友说上面的长，下面的短，那看来大家对长短很敏感啊。但是长度有时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再仔细看看收入分成。不少弹幕朋友已经发现了，上面的 T1 普遍是绿条，也就是商业收入占比很高，而下面的 T2 呢，普遍是蓝条，也就是转播分成占比比较高。更直观一点呢， T1 平均有 18% 的收入来源于比赛日， 35% 来源于转播分成， 47% 来源于商业。而 T2 的比赛日占比基本一样，只是转播分成和商业收入反过来。那这也很好理解，因为无论是 T1、T2 主场比赛的上座率都不是问题。不同的是 T2 们还是传统的足球俱乐部，收入大头是靠足球比赛本身的转播费和奖金，而 T1 们已经从足球俱乐部进化成了商业俱乐部，收入的大头是球场之外的赞助费和商业活动。如果把时钟往回拨10年，所有的 T1 球队，包含皇马在内，收入占比都是跟今天的 T2 是一样的，接近一半的收入都会来源于转播费和比赛奖金。如果我们再往回拨20年，那时候的足球俱乐部呢更落后，或者说是更纯粹，收入的大头是比赛日的门票。那随着这些年的足球商业化，俱乐部们的收入迎来了2次大的飞跃。第一次是因为全球转播权的商业化，俱乐部们从收门票赚钱的本土俱乐部变成了靠转播费分成赚钱的全球俱乐部。第2次转变呢还在进行中， T1 的头部球队已经从靠转播费分成赚钱的足球俱乐部变成了靠商业赞助和流量赚钱的商业俱乐部。那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曼联的官网有个图叫做我们的商业模型。那格雷泽自豪地宣布啊，从2009年到2019年的10年里实现了2个翻一倍，分别是收入翻一倍和盈利翻一倍。我们看啊，比赛日收入这10年基本就没变，但是转播费翻了 2.5 倍，商业收入翻了4倍，恰恰是胖叔之前提到的从本土到全球，从足球到商业的2次变革。那要说呢，曼联不仅有些球员懒，金融分析师也挺懒的，这都是6年前的图了，还在官网上，也不更新一下。我帮曼联补一下数据啊，到了2024年呢，曼联的总收入已经接近翻3倍了，其中比赛日是 1.3 倍，转播 2.6 倍，而商业来到了惊人的 5.5 倍。比商业收入 5.5 倍增长更厉害的是曼联的联赛排名实现了15倍的增长。09年的曼联还是英超第1，现在已经是英超第15了。那为什么过去15年迎来爆炸性增长的是商业赞助，而不是比赛日或者转播分成呢？那这就来到了足球财富的第1个密码，叫做非线性增长。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上的工种简单的分成2种，一种是线性增长，一种是非线性增长。那所谓的线性增长就是花多少时间赚多少钱，两者是线性相关的。比如洗头，那我说的是正规洗头啊，审查人员不要误会，洗的都是大头。
那洗头这一行呢，就是典型的线性工作，因为你洗头技师只有一双手，一天只能洗这么多头，你收入受限于你的时间。就算你再漂亮，就算你技术再好，4里8乡的乡亲都来找你洗头，你一天也只能洗这么多头。而非线性工作的代表呢，就像拍视频，那同样是花1周拍一个视频，如果是胖叔拍的，就只有5万个观看；如果是三上老师拍的，那就有5000万个观看。技师想从5个头洗到50个头，必须要付出10倍的时间；而视频想要从5万到5000万观众，只要内容够硬，同样的时间投入，回报可以是非线性的。很显然啊，球场收入就是线性的，一赛季就那么多比赛，每场比赛就只能坐那么多人，而商业赞助是非线性的。阿迪达斯是给我200万还是2000万，看的是我的流量，不是看我的主场比赛数。然而话说回来，发展商业赞助呢，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非线性增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头部通吃，皇马、曼联们雪球滚得越大，马竞、维拉们追的就越难。当网红你自然来钱快，但前提是你要是头部的网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你挤时间只能看半小时的手机，你说你是看 B 站的胖叔视频，还是看追战的胖子视频？那别说追战了，就说 B 站的交友板块吧，人家 UP 主叫老公也比胖叔叫的甜，露的也比胖叔露的多。声明一下，以上线性非线性大头小头的内容呢，主要灵感来源于塔勒布老师的著作《黑天鹅》。那审查人员不要来找我，有问题呢，请你去找塔勒布老师。总而言之呢，成功解锁非线性增长的第一个财富密码，让众多的 T1 踏入到了8亿营收的领域。而让皇马踏入到10亿领域的，靠的是皇马的伯纳乌新球场。那看看皇马的收入组成啊，真正一枝独秀的是它的比赛日收入，高出第2名曼联60%以上。包括曼联在内的大部分俱乐部，比赛日收入这块已经10几年没什么增长了。那有弹幕问啊，你不刚说球场收入是线性的吗？难道皇马的新球场容量比别人大60%？那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2个财富密码，叫做不对称回报。有个图总结得很好啊，一个哑铃一边大一边小，但小的那个反而更重。那这个图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小小的也很可爱。这个图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事物的本质往往在少数。多项研究表明，当今网游90%的收入来源于10%的重氪玩家，奢侈品80%的销售额来源于20%的高端客户。那顺着这个思路呢，皇马在修建新球场的时候，着重开发了 VIP 包厢。那根据媒体的披露啊，23到24赛季皇马新球场50%的收入来源于这个容量不到5%左右的 VIP 包厢。这也很好理解，包厢消费有多高就不用胖叔多说了，有的包厢光是聊聊天就要好几千。现在皇马呢正在筹划一个叫做 Sky 伯纳乌的 VIP 中 P 的包厢，据说比给球员的待遇还高。如果说 VIP 的包厢消费是普通观众的10到20倍，那这个 Sky 伯纳乌的消费是普通观众的1000倍。只能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讲到这里呢，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巴萨也在扩建诺坎普，为什么拉爵爷张罗着要重建老特拉福德。T1 球队的下一个财富突破口就是球场，而且不是简单的球场。考弹幕一个冷知识，为什么同样是建球场，阿森纳06年花了4亿，热刺19年花了10亿，皇马现在要花17亿？实际上，原材料人工的通胀只占总涨幅的25%，支出这么高，原因是俱乐部要打造的不再是一个球场，而是一个娱乐中心。很多报道聚焦于新球场能开演唱会赚外快，我觉得这个不是核心，真正的核心在于新球馆对餐饮、酒吧、酒店、包间等方面下的功夫。传统的欧洲球场让球迷开场前在外头酒吧喝个饱，散场了之后再去外头酒吧续摊，这种模式放到当代商业模型里都无法想象。你能想象迪士尼让你在外头先10块钱买2个气球再进来园区吗？你进来光玩不消费，里头这么多公主的提成哪里来啊？那热刺的数据已经出来了，旧球场时期球迷在比赛日的时候，除了门票以外的平均花销是 1.75 英镑，而现在在热刺新球场平均16英镑，翻了10几倍。那这个数据啊，我相信在皇马的新伯纳乌只会更夸张。声明一下，以上不对称回报还有包厢公主的内容呢，主要的灵感来源于塔勒布老师的著作《非对称风险》啊，审查人员不要来找我，有问题请你去找塔勒布老师。塔勒布老师的书里还有一个重要观点，与不对称回报并存的呢是不对称的风险。修球场这个事儿，进一步海阔天空，错一步家破人亡。你看埃弗顿修球场都快把自己修降级了，但是各位球队主席呢还是会乐此不疲的修球场。因为作为决策者存在着不对称的风险回报比，球场修成功了，决策者会有巨大的红利；球场修不成功，买单的是俱乐部。那当初阿森纳为了新球场年年卖队长，最近这几年才总算缓过来一口气。
更多关于球场的讨论呢，欢迎移步胖叔的前作《英超球场哪家强》。那有朋友会问了，球场修完了，皇马们的下一个财富密码在哪儿呢？最后一个财富密码呢，是胖叔预测的。那我们做金融分析师的很少出手预测，一出手就会像上个视频预测欧联冠军一样一剑封喉。那胖叔认为呢，下一个增长点应该就要轮到转播权了。那胖叔之前的视频也提过啊，联赛也好，欧冠也罢，目前的转播权分成呢，其实是很平均的。虽然可能你80%的收视率来源于那20%的球队，但是到了分钱的时候呢，联赛还是尽量做到了一视同仁。因为我们各大联赛贩卖的商品不是某个明星球队，而是整个联赛，取长补短，对于联赛的整体，甚至是我们观众的观赛体验都是正面的。但是对于这些 T1 的财务附表呢，是负面的。因此啊 ，T1 们才会多次尝试组织超级联赛，自己制定转播费的分配规则。虽然超级联赛目前是偃旗息鼓，但今年夏天的世俱杯，还有曼联如今的亚洲季后赛，都是增长比赛收入的一种尝试。那虽然方法有点笨啊，因为它的逻辑内核呢都是增加比赛次数，显然也是一种线性的增长。我们期待皇马们持续创新，最终找到一种非线性的增长方法，迎来新的突破。毕竟在商业和球场接近饱和的情况下，转火转播权应该是大势所趋。我们都知道边际递减效应，初始投入的时候呢，1分耕耘1分收获，但你要是一直耕一块地，每1分耕耘的收获就会逐渐递减，这时候你就要换一块地耕一耕。比如你连续看了3天三上老师的作品，第4天你突然打开了伊藤武雪老师的视频。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代课老师伊藤老师。伊藤老师的资历呢，不如我们之前的几位金牌教师，职业生涯他最高的奖项就是2019年的翻杂年度最佳新人奖的亚军。朋友们，各行各业都不要看不起亚军。考大家一个冷知识，同样是2019年足坛的最佳新人奖，也就是金童奖，获得者我们都知道是332票的菲利克斯。那个时候的亚军是谁呢？3、2、1，好，是175票的桑乔。那你们现在看看他俩，得票第一的菲利克斯在斯坦福桥黯然退场，反倒是第二的桑乔在蓝军站稳脚跟，欧战决赛还打入个奠定胜局的一球。笑到最后的才是笑得最好的。现在亚军的伊藤老师能上胖叔的视频，当初那个最佳新人奖能吗？但是话说回来啊，伊藤老师能有今天的成绩呢，和他平时的辛勤工作分不开。有一次伊藤老师又加班到半夜，你看看人家头部 UP 主熬夜加班家常便饭，难怪胖叔只有3万粉，缺的就是各位老师的敬业态度。那这时候隔壁的男主角说，哎呀，都这个时间了，赶不上末班车了，又是老一套啊。结果呢，男主已经连续2天错过末班车了，身上臭烘烘的。那伊藤老师人好，就邀请男主到他家里洗个澡。你还连续2天错过末班车，日本男人都这么没有时间观念吗？你总这么错过末班车，你就不怕下次遇到男同事吗？那好在男主的时间观念虽然很差，情商还是很高，不好意思要麻烦人家，于是他回家路上买了很多酒和零食。那回家洗完澡呢，就换上了家居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男主上班还能随身带着家居服，好像早就知道自己要错过末班车一样。那俩人就拿起啤酒干杯，男主就感叹，5年前咱俩一起入职的时候，也常常下班一起喝酒。你看还有点故事啊。伊藤说，那现在你新婚了，还开心吗？男主说，怎么说呢，很辛苦。姐妹们，男人都是这样，求婚的时候说只爱你一个，结婚了就跟女同事抱怨新婚很辛苦。伊藤说，我就是知道辛苦，最后还是跟男朋友分手了。男主说，哦，你单身呢？伊藤说，一个人简单点。男主说，傻逼系苦奈伊。朋友们，傻逼系苦奈伊，你不傻逼系吗？学日语的不对称回报，80%的剧情推动都是靠的20%的词汇。胖叔多次强调，傻逼系啊，就是寂寞，是关键词汇中的关键词汇。你都不用听得懂苦奈伊，傻逼系这个关键词一出来，你的耳朵就应该一下子立起来。那镜头就给到了伊藤老师，伊藤老师就歪歪头。傻逼系じゃないかな、気持ちは。但是体は傻逼系，気持ち就是心情，体就是身体。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心里不寂寞，身体有点寂寞。那不得不说这一段是很考验功底的台词啊，而伊藤老师演绎的呢，只能说是3分，不能更多了啊，有点做作，而且自己说完这段台词还笑场了。和小南有菜等几位特级教师相比呢，还是有差距，难怪当初只能屈居亚军呢。那有朋友会说，你天天在这里看亚军的比赛，刚才还在那儿巴巴的边际效应递减给人上课呢，现在比赛内容一坨屎，你就不会换个队看看吗？哎，你看拿个亚军也没有什么的嘛，人家还有连续3年亚军的呢。
啊，不，我不是说阿森纳，我说的是当初三上老师19到21年连续3年翻杂年度销售榜排行亚军，一度被人戏称为三上又亚，但那又怎么样呢？他还是胖叔的唯一主队。决赛输球之后呢，后台就有很多朋友给我推荐新主队，有说赖户老师的，有说风花恋老师的。但是胖叔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念旧，新世界虽好，没有能载我的船。你们也许会追寻自己的赖户自由、花恋自由，但是胖叔这里只有三上自由。感谢各位朋友对胖叔的支持，希望大家为我的视频点赞关注，一键3连。祝大家端午节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